大家好，我是南瓜。早上看到乌合麒麟发了新的话，我就立刻爬起来给大伙儿加更了。这次的画面一看就非常阴森诡异，正中间一个人被固定在椅子上遭受折磨，领头的是美国，而左上角的标识明确展示了地点就在德特里克堡，上方屏幕的字还注明了感染区域只有经过授权的人才能进入。而两个帮助美国行训的人，一个穿着纳粹军服，一个穿着日本法西斯军服，这两个穿军服的人都没有了头，取而代之的是病毒和眼球混合的玩意儿，风格非常克苏。他们的头在哪儿呢？就在画面左下角的罐子里放着2颗人头。看左边罐子里的人头的胡子形状，他应该是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对我们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战后，原本石井四郎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但是美国提前联系到了石井四郎，让他交出731部队在中国得来的实验数据，美国保护他逃过法庭的审判。石井四郎把自己几十年来研究细菌战的资料对美国和盘托出，美国将其送到了德特里克堡做高级顾问。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就是利用德特里克堡的研究成果对志愿军发动了细菌战。右边罐子里的人头看上去有点像戈贝尔，也有点像约瑟夫·门格勒。这两人，一个是纳粹的宣传部长，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是他的名言；另一个人是纳粹的医生战犯，绰号死亡天使。他和731部队一样，做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人体实验，其中就有给人注射细菌和病毒，强行把人缝合成连体婴儿等等等等。考虑到画的主题是德特里克堡，这人是约瑟夫·门格勒的可能性更高，但戈贝尔也可以解释得通。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同样通过帮这些人脱罪的方式，给这些战犯发了1000多张签证，收拢了一大批纳粹科学家战犯到美国为自己效力，其中也有一部分去了德特里克堡，代号回形针行动。美国在二战后的科技优势，一部分就是靠这场行动带来的。等于说，画面的下半部分描绘的就是德国和日本战犯向美国纳了投名状，心甘情愿给美国干活的事。2颗人头后面的大罐子，乍一看似乎是什么植物，但仔细一看都是一个个小人组成的，那是死在法西斯手里的冤魂。作为蓝星第一强国，美国非但没有帮这些人伸冤，反而和害死他们的人沆瀣一气，成了新的法西斯巨头。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在纳粹战犯面前的是一块屏幕，上面是肺部的 X 光片，他正用红色的笔在上面涂写 China， 在 China 上面还有2个数字，619000到633000，这是美国 CDC 近期公布的全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总数。左下角还有柱状图，这象征着美国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进行新冠污名化，想要栽赃给我们，但依然无法掩盖自己在全球疫情这场考试里和印度一样是全班倒数。右边日本战犯打针的位置刚好就是肺部，针筒上还有新冠病毒的字样。在日本战犯的上面，把人固定在椅子上的有4个扣子，形状分别是钱、飞机、芯片和推特，象征着美国的4大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和媒体霸权。那被美国控制在椅子上折磨的当然就是全世界了。象征地球的大脑上插着许多通电装置，这个场面我认为有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洗脑实验，玩过《使命召唤7》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开机后那个阴森恐怖的洗脑场面，是不和这幅画里美国对地球做的事情场面很像？只不过游戏里美国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栽赃到别人头上，而历史上对洗脑和精神控制的研究，正是除了细菌战之外，发生在德特里克堡的另一桩罪恶。美国和中情局在历史上开展过的研究洗脑的项目，代号精神控制计划。在实验中，美军用飞机向旧金山市民抛洒粘质沙雷氏菌，故意观察平民感染后的状况。他们故意抓来吸毒者，给他们喂更多的精神药物，试验洗脑效果，还骗他们说这是在戒毒。这样的变态实验和药物研发加起来有150多个项目，参与研究的机构遍布全美和加拿大。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44所名校、12家著名医院、15个研究所和3个拘留所都被他们纳入了这项计划。CIA 希望在洗脑技术研究成功之后，把洗脑用在拷打俘虏、控制人当杀手，还有给外国领导人下毒上，可耗费巨资残害了无数无辜的人，最终他们的目的没达到，倒是积攒了很多怎么审问犯人的技巧。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自己暗地里搞洗脑实验的同时，美军还四处造谣说苏联和中国已经掌握了洗脑技术，甚至出了各种书，编了各种故事，在有关苏联的游戏里不断加入类似的桥段，污蔑我们要操纵美国人的心灵，破坏自由意志，把我们搞得一头雾水。等其中一个被他们虐待的杀手自己出来自首，说美国操纵他去暗杀阿拉法特后，大家才明白，好家伙，骂了我这么久，原来事情是你干的。这次疫情，美国的操作也是差不多的。面对63万人感染死亡，确诊人数全球第1的惨状，美国却一再声称要来中国搞病毒溯源，说病毒是我们搞出来祸害世界。为此，美国拉着他手底下的小弟，发动宣传机器，不断的在新冠疫情上强调中国，想要编造大家的集体记忆，围攻我们。这个场景的第2层意思，指的就是这种栽赃，也是美国在对全世界进行洗脑，和当初的纳粹如出一辙。所以我认为右边罐子里的人头理解成戈贝尔也没问题。而左边一手拿着电极，一手拿着帽子的山姆大叔，头上顶着的是自由女神的王冠。可这个王冠上的红点点，怎么看怎么会让人联想到病毒的尖刺外壳，也和他们插在地球头上的电极造型类似。
山姆大叔的脸乍一看白头发会以为是拜登，但仔细一看那一撇小胡子又会想起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也许这张脸本就是3大法西斯头子的脸合在一起。作为纳粹法西斯意志的继承者，美国已经和他们越来越像，以致要融为一体，在冰封王座上加冕在病毒王座上加冕。在画的最底部有一句话，直译是我为你加冕。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有3重意思。首先 Connor 既有皇冠的意思，也泛指冠状，也就是新冠病毒的冠。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美国给世界带来病毒。第2层意思，作为世界上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双料冠军，美国的新冠疫情日趋严重。在美国政府的政治操弄下，他们创造出了一顶又一顶用美国人民生命堆砌出的疫情桂冠。与此同时，他们还想着将新冠疫情起源地帽子扣给中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地球。这个加冕也可以是扣帽子的意思，也就是第3重意思。我估计有些理中客又要说乌合麒麟又在散布阴谋论了，病毒不是美国实验室造的等等等等。可疫情溯源本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相比美国张口就对我们造谣，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尊重科学，期待独立公正的调查研究。但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来中国调查，还要求自己来主导把持调查的过程，这是来搞科学呢，还是来栽赃呢？我们作画反击并不是要在病毒起源上做什么结论，我们想说的是，在被调查这个事情上，大家要一碗水端平。中国已经敞开大门让国际机构调查过，那美国是不是也得把自己家里最见不得人的德特里克堡给大家看一下，让全世界看看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